中国财经简报，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财经，我们团队为您整理总结中国财经简报。中国在清除户籍障碍后，准备好征收房产税了吗？南华早报，中国自然资源部已经建立了全国性的财产登记制度，以配合引入等待领导批准的财产税的努力。该系统将允许税务局评估一个家庭拥有多少套公寓，并决定如何征收财产税。虽然一些分析师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举措，可以缓解债务压力，但在中国引入美国式的房产税可能会增加家庭的持有成本，并导致房地产市场作为增长引擎的衰退。中国的科技资助者担心他们可能成为下一个矽谷银行。外交政策，矽谷银行 SVB 的倒闭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银行倒闭。他警告中国的银行和政策制定者监管不力和缺乏风险管理的危险，特别是在他们采用 SVB 的风险债务融资模式来支援中小型科技公司的时候。这些贷款人可能会遭受与 SVB 相同的命运。SVB 建立在历史低利率之上，无法经受住通货膨胀和风险投资人恐慌的结合，从而引发银行挤兑。SVB 科技融资风险债务模式的成功令中国金融家羡慕不已，包括汉口银行在内的一些银行已采用它为湖北省光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旨在成为 SVB 的中国版本。SVB 业务的成功超越了矽谷的地理限制，它建立了广泛的人员和专业知识网络，通过其基金投资于领先的风险投资公司，包括商汤科技和摩拜等中国本土科技公司。习近平总统旨在通过支援中小型科技公司的发展，在与美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中改善技术自力更生。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科技行业和经济复苏的雄心壮志要求低利率环境，这表明中国的科技雄心容易受到通胀的影响。中国已经启动了各种研发融资试点计划，探索使用 SVB 式银行和风险贷款来支援科技中小企业和高新区的发展。SVB 融资模式的本地实验为北京鼓励更广泛实施铺平了道路。2016年，中国银保监会、科技部、人民银行针对北京、武汉、上海、天津、西安5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布了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实施科创企业头戴联动规划的指导意见。中国警方询问美国咨询公司贝恩的工作人员。BBC， 美国咨询公司贝恩公司 Bain & Company 证实，中国警方访问了其上海办事处，并询问了一些工作人员。该公司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当局酌情合作。此举是在华盛顿和北京关系恶化之际进行的。近几个月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美国企业对在中国经营的前景越来越悲观。本月，一项调查发现，87%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回答说，美中关系仍然是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失业的中国年轻人在寺庙里寻求慰藉，失败的学者的故事。路透社，根据旅游预订平台 Trip.com， 在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和就业市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年轻人正在转向寺庙祈祷工作。与去年相比，该国的寺庙参观人数增加了 310%， 大约 50% 的游客出生于1990年之后。中国正在努力应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创纪录的失业率，因为教育和技术部门主要招聘者已成为打击的目标。习近平刚刚与泽连斯基进行了交谈，这对中国的乌克兰方针意味着什么？外交官，据中国外交部称，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与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进行了交谈。在被称为漫长而有意义的电话中，报告表明习近平可能会考虑在冲突中进行调解。这种情况凸显了中国的中立立场，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入侵，
而是主张中国站在和平一边。据说习近平试图渲染中乌关系，宣称两国关系已达到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准。然而，他确认继续与俄罗斯合作与愿意与乌克兰合作的微妙差异加剧了怀疑。TikTok 轰动一时的桃子，中国是澳大利亚新的流行巨星。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流行艺术家 Peach（PRC） 已成为该国最受炒作的音乐家之一。这要归功于应用程式 TikTok， 该应用程式约有300万粉丝收看他的短剧和歌曲。在经历了动荡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后， Peach（PRC） 通过在 Facebook 上发布歌曲封面并尝试不同的选秀节目，包括 The Voice 和 X Factor， 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成功来自他的曲目，这些曲目被描述为看似聪明，以及 Peach（PRC） 巧妙幽默的歌词，艺术家将其比作日记条目。他的首张 EP Manic Dream Pixie 的发行是在一系列成功的单曲之后发行的，制作由长期合作者 Liam Quinn 和受欢迎的制作人 Konstantin Kirstin 负责。这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的职业生涯跨越了舞蹈。Peach（PRC） 透露，每当他去巡回演出时，他每天都会休息4个小时跳舞，将其描述为他处理情绪的方式。在多年将个人挣扎引导到他的音乐中之后，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把雅雅带回家，美国的熊猫如何激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 CNN 作为熊猫外交的一部分，从中国派往美国的大熊猫雅雅的回归，揭示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在中国，围绕雅雅在孟菲斯动物园的待遇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和他现已去世的同伴被租借在那里，凸显了美中关系的敌对性。动物园一再否认动物宣导者对护理不善的指控。然而，许多中国人对他的病情感到震惊和悲伤，特别是在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大熊猫之间的对比之后，俄罗斯对大熊猫的态度要积极得多。雅雅回到中国的象征不是有意的增长，而是敌意和不信任的增加。80年来，大熊猫一直作为政治工具服务于中国，北京利用熊作为有益的外交姿态，尤其是在共产党掌权之后。然而，自1984年以来，中国在熊猫外交的旗帜下转向外国动物园提供高价贷款的政策，通常每年花费100万美元。中国公民对孟菲斯动物园对大熊猫的虐待感到愤怒，许多人呼吁将动物园列入黑名单，禁止未来的大熊猫贷款，其他人要求将所有在美国的大熊猫送回家，有些人呼吁完全结束熊猫外交。雅雅重返中国之际，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自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经常通过其官方媒体煽动反美情绪。与此同时，中国加强了在欧洲的熊猫外交，批准向德国、荷兰和丹麦向芬兰等国提供新贷款。然而，自从雅雅和乐乐抵达孟菲斯以来，中国已经20年没有向美国发放过任何熊猫贷款。中国股市价值下跌5500亿美元，因一律掩盖经济增长。金融时报，自该国上个月报告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强劲以来，中国股市下跌了 3.6 万亿元人民币，5190亿美元。投资者不确定中国能否成功维持反弹，尽管大多数分析师的预测都超过了。尽管最近几天内地证券交易所的信贷增长强劲和高成交额，但研究表明，人们对未来的政策支援普遍缺乏信心。监管机构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科技和房地产行业的打压似乎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以及对政策支援普遍缺乏信心的担忧。韩国工业武装北约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前景。外交官，波兰正在迅速将韩国先进的 K2 黑豹坦克纳入其部队，预计将部署1000多辆，使其坦克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欧洲最有能力的坦克部队，
并引发了对俄罗斯安全的担忧，特别是在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坦克的供应速度使波兰能够加强其邻国乌克兰，使波兰能够腾出旧的 T-72、PT-91 和豹2坦克运往乌克兰。德国豹2或美国 M1 艾布拉姆斯等西方坦克的交付时间较长，与韩国快速交付大量坦克的能力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交付战略的转变对俄罗斯的安全及其在地面部队现代化投资减少的情况下的竞争能力产生了影响。亚洲最热门的新应用如何被中国秘密关系击沉？彭博社 Bondi 是中国开发商 MetaDream Tech Pte 的一款应用程式，允许使用者创建可爱的头像并闲逛，似乎是今年早些时候亚洲的下一个大型应用程式。然而，早期对数据泄露的指控，以及关于它是已倒闭的中国竞争对手 Jelly 的更名版本的建议，使下载量达到顶峰，并在1个月前的260万次下降到仅40万。许多使用者删除了他们的账户，担心它可能会收集数据。其经验表明，中国科技公司在吸引外国受众方面存在困难。中国烈酒制造商 ZJLD 在香港首次亮相时下跌 17%。路透社，中国烈酒制造商 ZJLD 集团的股价在今年完成今年香港最大的新股出售后下跌了 17%。交易撮合者曾希望，在年初疲软之后， ZJLD 的积极表现可能会促使更多的首次公开募股在2023年下半年进行。ZJLD 由 KKR 支援并生产白酒，被认为是中国的国酒和世界上消费量最大的白酒。上周筹集了 675.2 万美元，机构投资者认购了其部分股票数量的 3.9 倍。为石磨外国势力争先恐后地向非洲求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大陆的竞争加剧，美国优先考虑与非洲的关系。拜登政府为非洲提供新伙伴关系的努力，让54个国家在塑造全球挑战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但由于非洲国家对美国的不信任，这让人想起西方的政策，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到冷战对非民主政权的支援。美国知道非洲稀土关键矿物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激增是多么重要，因为这些矿物将成为下一代创新和绿色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也意识到，非洲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国中最大的投票权，因此与这些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对于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目前，人们认为美国只对通过大规模二氧化碳生产计划，而不是绿色能源和民主改革来支援非洲感兴趣。非洲是一场争夺战，但与1885年臭名昭著的柏林会议不同，欧洲列强为了扩张和剥削而瓜分了非洲大陆。今天的大国竞争更像是一种求爱。俄罗斯横冲直撞后，乌克兰开始重建。外交政策，乌克兰妇女柳德米拉·萨文科 Lyudmila Savenko 曾经从基辅附近村庄的最高点向军方报告敌人的动向。去年3月，当俄罗斯炮弹击中她的房子时，她失去了一切。她的房子是被冲突破坏或摧毁的153000多座住宅楼之一，导弹制导的注销超过500亿美元。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有1900多个城市和村庄需要重建。基辅经济学院估计，俄罗斯入侵的总成本约为1440亿美元。然而，世界银行、联合国和欧盟认为重建将需要4000亿美元。乌克兰计划通过国家组织的本地和国际专案，以及吸引私人资本来资助重建。贝莱德同意帮助协调投资。乌克兰投资促进办公室 Ukraine Invest 已经有20个专案在运行，价值23亿美元，预计仅未来2年就有30亿至50亿美元的投资。高盛称，中国基金对前景缺乏信心，担心政策紧缩。南华早报
中国股市本月下跌了4430亿美元，这引起了全球投资者的担忧。他们希望在经济衰退的市场中寻求稳定的投资。尽管上季度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对政策收紧和银行业打击的担忧，在岸投资者信心低下，对收入复苏路径的担忧，以及对房地产行业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导致乐观情绪下降。糟糕的情绪可能预示着外国投资者缺乏逆转命运的潜力。自2月2日达到峰值以来，在岸股票已经损失了7910亿美元，其中仅4月份就损失了4430亿美元。中国恒大面临超过1300起诉讼，总额达450亿美元。日经亚洲，根据该公司的披露，中国房地产公司中国恒大集团正面临1317起法律诉讼，相当于约3124亿元人民币451亿美元的索赔。据信，大多数法律索赔来自建筑商和材料供应商，要求该公司付款。中国恒大集团已经负债累累，持续的法律挑战现在成为该公司在努力维持生计时的主要责任。美国商务部称，中国云公司可能构成威胁。路透社，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Gina Raimondo） 表示，华为云和阿里云等中国云公司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此前，一群共和党参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对华为技术云部门、阿里云和其他中国服务提供者实施制裁，并敦促雷蒙多将这些公司列入美国实体名单。美国需要以任何方式与北韩对话。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文章称，美国应该结束对朝鲜怀有敌意的政策，并寻求谈判和相互尊重。美国应该发起更多的公民社会和外交接触，包括建立联络处，并寻求谈论和平和和平宣言，而不是直接无核化。尽管美国和联合国实施了多轮制裁，朝鲜仍然致力于发展其核能力。据估计，到2027年，朝鲜可能会积累多达242枚核武器。中国努力统一当地语系化医疗保险。日经亚洲，中国的医疗体系存在地域不平等，中国的顶级医院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导致国内医疗旅游的增加，压倒了官僚主义的当地语系化保险体系，使改革变得困难。像陆晓这样随母亲400公里来到北京接受肝癌专科治疗的患者并不罕见。中国排名前50的医院中，几乎有一半位于北京和上海。中国房地产之痛令铁矿石市场过度炒作。彭博社，中国施工旺季弱于预期，导致铁矿石需求下降，价格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跌破每吨100美元。房地产行业的疲软增长限制了需求，开发商专注于完成现有专案，而不是启动新专案。虽然消费行业已从大流行中反弹，但房地产仍在遭受损失。一些银行的预测估计收缩幅度将达到 40%。4月份铁价下跌约 16%， 铜和铝价格也步履蹒跚。随着价格下跌，中国工业利润持续暴跌。彭博社，国家统计局透露，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业利润同比下降 21.4%。这一下降标志着今年前2个月 22.9% 的下降。虽然该国的工厂活动正在改善，但公司无法提高价格或从与 COVID 相关的挣扎中反弹，导致生产者通货紧缩持续存在，从而拖累利润。秘鲁的正义对其政治构成威胁。外交政策，根据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美国引渡秘鲁前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表明秘鲁政党和政治家的萎靡不振程度，并补充说，该国能否承受持续的不稳定将决定它是否屈服于困扰邻国智利和巴西的相同问题，或者它是否会继续作为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民主国家。托莱多在2017年被判处18个月的预防性拘留，但当该国最高法院判处他时，
他已经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居住。除其他外，他被指控为高速公路专案收受贿赂。托莱多在被引渡之前，过去几年一直在美国进出监狱。几位秘鲁前总统也陷入了同样的丑闻，其中另一人被软禁，另一人因贿赂而受审，第三人在2019年远警到达逮捕他时自杀。谢谢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